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。今天我们不学习一个故事，今天我们一起做一个甜点，甜的东西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的新年快到了，新年快乐！那我打算在新年的时候给我的家人、给我的朋友们一些小的礼物。那我今天打算试试做巴克拉瓦，差不多中文的名字叫千层酥。千层酥，因为有很多层，那很脆的甜点，对我来说有一点点的难，所以刚才我看看这个视频，我写好了需要的原料，我应该怎么做，我写好了这个配方，所以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学习中文，一起做这道甜点。很多的人会问我，哎，你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巴克拉瓦？以前我吃过，非常好吃，对我来说有点甜，里边有很多糖，有很多的黄油。可能我自己常做的甜点，不太甜，没有很多的糖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巴克拉瓦是一个非常好的甜点，我可以跟别的人一起分享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道甜点，在春节的时候，在新年的时候，在节日，在生日的时候，我可以跟别的人分享。我们在做这道甜点以前，我也想给大家一个学习汉语的建议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刚才我在学习做这道甜点的时候，那我会看英语的视频。那有的时候因为我学习英语，我学习西班牙语，所以我觉得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，可能你喜欢做饭，你喜欢运动，你喜欢音乐，你喜欢看书，那你有很多的爱好，那你可以在学别的东西，在学新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可以试试用中文。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学习汉语的方法。比如你喜欢做瑜伽，你可以跟中文的视频一起做瑜伽。如果你非常喜欢做蛋糕、做饭，你也可以看看我的视频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这个巴克拉瓦，这个千层酥。我们先看看需要用到什么样的原料。那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所有的原料和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。好的，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需要用什么原料呢？要用这个糖，200克的糖，水175克的水和柠檬汁，这样的。可以用新鲜的柠檬，或者你也可以用我的这样的柠檬汁，是差不多15克。那我们还需要用到肉桂，这个是肉桂，差不多3克。我非常喜欢吃肉桂，所以我可以放的多一点点。但是如果你不喜欢，可以少放或者是不加，都是可以的。那还有黄油，还会用到这个是一个秤，来称一下每一个东西是多少克。我们会用到这个是一个
搅拌机，搅拌机它可以搅拌，这是核桃。在巴克拉瓦里边，我们可以用到这个核桃，我非常喜欢核桃，所以我放很多，大部分的核桃和一点一点的开心果，这个绿色的，有一点点紫色啊，我更喜欢核桃的，所以我放大部分400克的核桃，差不多50克的开心果。然后我一会儿会把核桃和开心果放到这个搅拌机里边，但是这个核桃和开心果是生的，我更喜欢吃熟的核桃，所以我会把核桃和开心果放到这个烤箱里边，我想烤5分钟左右。这个是做巴克拉瓦非常特别的，有点难在中国找到这样的面饼啊。对，这个是非常薄的面饼，这个叫酥皮啊。有的时候可能会买进口的，所以我会买这个进口的酥皮或者面饼。那这个酥皮是从希腊进口的。然后我还需要用到这个锅，我有点紧张，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做巴克拉瓦。做这个巴克拉瓦的时候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酥皮，放在冰箱里冷冻。所以如果我需要用的时候，比如今天我要做这个，那可能2个小时以前、3个小时以前，或者是前一天晚上，我会把这个酥皮拿出来。我不常做这么甜的蛋糕或者是面包，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甜点，我听说是最甜的甜点。如果我自己在家做，那可能我不会做那么甜，根据我自己的口味，我会少一点点的加糖或者是加黄油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，那如果你喜欢甜一点，那你可以加的多一点点。那我们现在就会做这个糖浆啊。做糖浆我们需要用和水和柠檬汁，我会加热做成糖浆。好的，这个已经煮了差不多4、5分钟了，应该很快就好了。这个是今天刚刚做的，这个是我上一次做的糖浆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。做好的巴克拉瓦，我会用这个糖浆浇到这个千层酥上边，所以它是非常甜的。这个糖浆我已经煮好了，那我会关火，把这个糖浆放到旁边。这个糖浆可以晾凉啊，等它晾凉，我觉得不用放在冰箱里，不用非常的凉，让它差不多是室温啊，和这个房间的温度一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会把这个糖浆放在旁边。那我现在会准备做这个黄油，这个是我做咖啡的杯子，咖啡壶。我会把这个黄油切成小块，放到咖啡壶里边，我会加热，差不多是200克的黄油，比较多。巴克拉瓦应该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甜点。如果你正在考虑，我要减肥，或者是我要健身，我要保持我的身材，可能要少吃一点点，或者是用其他的配方，我觉得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配方。这个是加热的，所以呢，黄油可以慢慢的开始融化啊，开始慢慢的化了。有的时候我没有非常合适的东西，比如我想做这个巴克拉瓦，
那我需要一个很深的烤盘。那我没有一个很合适的，我会用这个玻璃的烤盘。没有这个非常合适的一个碗，那我会用这个咖啡壶。所以有的时候没有用特别合适的东西，但是我还是会试试做。如果我真的不是很确定我用不用，那我先不买，我会先用其他的东西会代替这个东西。但是如果真的需要了，可能我会买一个更合适的。那这个黄油现在已经完全的融化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边，这个黄油上边有一层白色的像牛奶一样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我会一会儿用这个筛子去过滤掉。因为如果我用这个黄油倒在这个酥皮上边，如果有这个白色的，它会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漂亮。对，味道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我觉得看起来不会那么的漂亮。或者有的时候你可以在超市直接买这个过滤好的。好，那我会用这个勺子把这个上边还有一点点这个白色的，我可以把它盛出来，就是完全剩下它这个黄色的黄油，这个就是我不想要的。上边的这个白色的已经全部让我盛出来了。现在我们会来做这个核桃，核桃就是所有的核桃、开心果、花生，我们都叫做坚果。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口味去做各种各样的甜品，这个是你自己做东西的一个好处。好，那我会把这个搅拌机拿过来。这个搅拌机有点小，所以我会分成2次。这个核桃是刚才我已经烤熟的，所以这个是熟的核桃。那我会把核桃、开心果都放到搅拌机里边，我会加这个肉桂粉，也会加到里边。我先搅拌差不多10秒钟或者15秒钟，我们先试一下。好，我会再加剩下的。好香啊！我已经闻到这个核桃的香味。我全部把所有的坚果都放到里边，全部打碎。哇，好的，这个核桃碎也已经打好了，这个就差不多这样的，比较小的小粒的，非常小的块儿。那我现在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，核桃碎和开心果碎。这个是黄油，过滤好的黄油。这个是糖浆，是里边有糖、水和一点点的柠檬汁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组装，好像我们在做一个汽车。那这个制造一个汽车的时候有很多的零件，我们把所有的零件组装成一个汽车。因为在我的家里没有一个非常大的烤盘，那我会用2个烤盘，这个是玻璃的，这个烤盘非常的浅，不太深。那我会先把这个酥皮打开，很期待啊！我觉得这个跟一个游戏一样，我非常的喜欢装一些，比如装一个椅子、装沙发，或者装一个家具，或者是做拼图。我非常喜欢就是动手做的一些东西。那我觉得做这个巴克拉瓦好像跟做一个东西一样的，就是一步一步的。也好像在我们学一些新的东西，比如在我们学语言的时候，你先一步一步的做好很多的基础，最后你可以有比较大的进步。所以你需要很多的耐心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。在你学习语言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，不应该非常的着急，慢慢的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和耐心和很多的热情。最重要的是你要喜欢你做的事情，对吗？好，那我会先在这个用这个刷子会先在盘子上刷一下，
刷一些黄油，然后我会打开这个酥皮。如果要是自己做的话，应该是非常非常难的。很幸运，现在可以比较容易的买到。这个饼皮是非常薄的，那我听说这个饼皮应该不超过0.1厘米，差不多1毫米，所以是非常非常薄的。这个一份应该有差不多是20张啊，这么大的，比较长。我会把它分成2份，我会把它打开。第一份我会用这个烤盘，差不多这样的一个长度。那这把刀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锋利，非常的锋利，所以你在切这个饼皮的时候会很快，那会比较容易。OK， 好，那我现在要切这个饼皮，好，跟我的这个烤盘差不多是一样的宽和一样的长，差不多在这个位置。那这一部分的饼皮我会用到这个烤盘里边。另外的一部分，剩下的这个比较大的，我会放到这个铁的烤盘里，因为它差不多刚刚好。我们看一下，所以我会这个会比较多一些。那这个烤盘比较大，我可能会做一个2层的，这个我只做1层。我会把这个饼皮再切开，把它分开2份。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，我不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没有一个合适的工具，我没有合适的东西。但是我们有一句话就是，办法总是比困难更多。那我们可以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来代替这个最合适的方法，可能也可以做得非常的好。那这个是我想放在另一个烤盘里的。我先做一个，另一个我先包起来，这样的话它不会干。这个是我先做第一个，我先用一半的。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，我来试验一下，就是比较快的。这个饼皮我不用每一层会涂这个黄油，我用一个比较快的方法，今天我会试一下。那下边我会放多一点点的饼皮。我会加这个核桃粉、核桃碎，要加很多很多很多，因为自己做的，所以要比较大方，要放很多，所以会非常的好吃。好，然后我会把这个小的刚才用的这个小的饼皮，我会把它分开，放几张在中间，然后我也可以再放一点点在第2层。但是不太多，这个就是自己可以决定，不需要有那么严格的规定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我放第2层这个饼，我刚才特别特别的紧张，因为把这个切这个饼皮的时候，我要比较快的去切。那这一盘我是用了方形对，就是横和竖是方形的，差不多做出来的这个是方形的。我加了一些黄油，我已经把这个黄油加到这个切好的这个饼皮上边。这个呢是我做的这个大盘的，我用了2层，所以是饼皮、核桃和饼皮。这个是我切的是菱形，所以是斜着切的。那这个是正着切的。这个黄油可能我会让它完全的吸收。现在我会把这个烤盘放到这个烤箱里边，差不多180度左右。那我会让它在这个烤箱里50分钟，比较长的时间，它会变成金黄色。好的，那我有一个建议，就是你在切这个饼皮的时候，可能要非常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快，因为这个饼皮很容易干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比较快的切的非常的深，把黄油倒到里边，这个
千层酥可以完全的吸收黄油。我们会把它放到这个烤箱里边，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。我会放2层，第一层是放这个下边，会放到烤箱的下边，上边一层我会放这个，会在一起烤。现在很期待，因为已经差不多烤了50分钟，1个小时左右。那我刚才看看这个颜色已经变成了金黄色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巴克拉瓦从烤箱里边拿出来，在上边我会浇一些这个糖浆。那我们看看这个做出来的巴克拉瓦是怎么样的。这个烤盘比较大，那我现在要浇一些很多很多的糖。哇，这个声音可以听到吗？哇哦，我现在感觉非常的成功，非常的有成就感。就是这是我第2次尝试做这道甜品，那我觉得应该会非常非常的脆，非常的酥。我觉得一般我们要等这个巴克拉瓦就是晾凉，可能我们要等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，但是哇，现在闻起来已经特别特别的香，特别的香。我觉得我等不及了，但是可能我们只尝一点点。OK， 我们可以尝尝一点点外边的这个酥皮。非常非常的成功，非常的成功。我觉得这个是我第2次做，但是我觉得第2次比第1次的颜色更好看，更好看。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，这个黄油上边的那个白色的那一层应该拿出去，让它的颜色会更漂亮。但是虽然我们没有非常合适的这个工具，但是做出来的这个结果还是让我非常的满意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其实我们不需要等一等，一定要等到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完美。我们可以在一边学习，一边去尝试做一些新的东西，对吗？我拿出来一块尝一尝，刚刚还是有一些热的。那我们可以打开，这是外边的酥皮，里边的核桃和开心果，中间还有一层酥皮，最下边的也是。OK， 好，我要加一点点的酸奶油在上边，看一下这个味道是怎么样的。真的太好吃了，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在家里做，而且这道甜点真的不需要非常复杂的工具，可能就是用这个烤箱的烤盘，你买这个酥皮，我们就可以在家里做这道看起来很酷的甜点。我觉得做起来是非常容易的，而且每一次你应该可以做得更好。哇，你们来听一听这个酥皮的声音，我觉得没有人不会喜欢吃这道甜点，对吗？那我也希望你非常享受这个做甜点的过程。你可以一边听音乐，你可以一边学习一些语言，来让你自己很放松的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喜欢你做的事情，你可以很舒服的、很轻松的去享受这个过程。那我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这个视频。今天我的视频是在厨房里做的，我希望这个视频可以让你学做一道新的甜点，可以跟朋友、家人去分享，也可以在你学这道甜点的时候来听一些很有用的中文。也希望你喜欢我的频道。我是 Annie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那我要继续吃我的巴克拉瓦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